河图传说是这个伏羲时代从黄河里跑出一只龙马，龙马身上的图案就是河图的形状。洛书呢是洛水里的一只神龟浮出水面，它背上的图案就是洛书的样子。这个河图洛书加上先后天八卦，被称为易经预测体系中的这个基石。大多数的这个易经书籍中开篇就是讲这些卦图。要想学好易经这个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，更是要把它书记一定要背下来。那么这个河图洛书它揭示了什么？里边呢又蕴含了怎样的秘密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哲学术语：每个系统中都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命题，它呢不能被违背或者删除，称之为第一性原理。这个特斯拉汽车的 CEO 马斯克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特别推崇第一性原理的这种思考方法。通过第一性原理，我可以把事情升华到最根本的真理，然后呢从最核心处开始推理。可以这么说，第一性原理就是一个系统中这个基石，就像一幢建筑是建立在地基之上的，地基垮了，整个大厦都会垮掉。这个第一性原理的这个论述呢，我们可以自己找一下这个相关资料、相关理论，增加一下理解。那么现在要问了，那么这个易经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？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是不是易经中的第一性原理的体现呢？关于河图洛书的这个来源我们呢不清楚。前面说的从黄河里、从洛水里浮出来，是吧？那是神话传说，估计你也不相信。但是这个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，确实可以用3个最基本的原则，来推理出来。这3个基本原则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易经体系的第一性原理。哪3个原则呢？我们现在可以先列出来，先有一个印象，然后呢，再慢慢的、再逐步的，再把它细化，在每一个易经体系中来进行看一下它是怎么样体现的。第一个规律就是发展观，一切事物都是运动或者发展的，它的发展运动规律是一个螺旋形向上的过程。第二呢，矛盾论，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主要素之间存在着矛盾、对立和统一的关系。这个呢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阴阳论，是吧？第三呢是逆向法，现代逻辑学称之为类比推理，是根据2个或2类事物之间在某些方面相似或者相同，推演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会相似或者相同。这个呢也可以称之为这个同频原理。这3条构成了易经的这种本质理论，和我们这个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惊人的类似。那么运用这3条理论呢，到底是怎么样来推出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这个过程呢？这几期这个河洛卦图的这个推理过程视频看起来应该是比较枯燥、比较乏味，但是呢，这种理论性的、基石性的东西我们也必须要理解。我们先从河图说起，在《易经》系辞里边就写到，说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这个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以此为法则。在这个风水经典书籍《青南经》中开篇即写道：天尊地卑，
阳极阴偶，一六共宗，二七同道，三八为朋，四九为友，五十同途，合辟奇欧。我们首先要明白，是吧？刚才第3个原则中，首先要明白这个阴阳的观念。一切事物或者矛盾之间都是矛盾的，或者都是称之为有阴必有阳。这个观念一定要牢牢树立，是吧？天地男女，有天必有地，有阳必有阴。这呢就是上面讲到的第2条原理，这就是事物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。太极一列，则两仪生焉。有一个论点，必然会有相反的论点。所以《道德经》里有写到：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迎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，恒也。这个恒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不变的一个规律。这就是阴阳的规律，是始终是不变的，是吧？拿起一支笔来，你往这里一竖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笔的前方受光的这一面可以称之为阳，背光的这一面可以称之为阴，对吧？但是把这个笔拿下来不竖呢，这个阴阳你就没法分它。所以说这个笔的这个立基点叫做太极，太极一立，两仪分焉。所以说这个阴阳的概念始终是贯穿在易经术数之中。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是要分阴阳的，这一点我们在以后这种实际操作中也会详细的讲述。我们回到怎么样推导合图上来说，有一必有二，这就是奇偶生成。一为阳，二为阴，一为单数，二为偶数，一为奇数，二为偶数。奇数为阳，偶数为阴，这就是奇偶生成。所以说呢，把一立下来，然后二呢就在它的对立方，这是阴阳。我们刚才讲过3个原理中的第1条，是吧？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，都是向前发展变化的。那么太极点立完之后，有阳有阴，那么它们1和2都要向前发展，都要发展变化。阳数呢是有阳的方面发展，阴数呢是向阴的方面发展。由1发展到3，阳数；阴数呢是由2发展到4。一为奇数为阳，二为阴，偶数为阴。阳气是向上发展的，阴的东西呢是向下发展的。阳气上升，阴气下降。从1到3，然后呢到了5数，从2到4，也到了5数。在这个隋朝的书记《五行大义》中就说到：万有森罗，以5为度，过其5者，这个数则变矣。在螺旋形上升的过程中5呢是一个变化阶段。列宁指出这个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，但它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重复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。这是一种螺旋形上升的一个过程。那么到5之后，到5数之后，它就会以另外的方式来进行重复，上升了一个阶段。阳数呢发展到5就发生了变化，它这个位置又回到了1的这个点上，但不是原来的1，而是经过了5之后，有阳变成了阴。所以说1加5等于6，继续发展，由6发展到8，这样呢，阳数的一个螺旋形上升过程就完成了。由8再发展到10到中间了嘛，是吧？又开始进行下一个转折了。
当然河图这样的它就没有再往上写了，因为它只是这样来表述了这样一个阶段，后面呢是一个循环上升的循环发展。因数也同样一样，4发展到5，经过变化成为了阳数，于是呢又回到了起点2上，2加5为7，7发展到9，又进行一个转折到了10。这呢由1到10，整个事物发展的一个阶段，一个完整阶段就形成了。我们的数字啊，就是十进制的数字嘛。16在下方，1加5等于6，所以古人呢把1称为升数，6称为乘数。2加5等于7，2为升数，7为乘数。升呢是发展阶段，乘数呢是这种成熟完结阶段，可以这样理解。我们呀把这个过程做成张图，就可以看出形成了一个类似的这种双螺旋结构。双螺旋结构是生命中常见的基本单元，也就是平常所说的 DNA， 生命的基因密码。河图作为易经术数体系中的基石，也可以称之为是易经的一个 DNA。它呢就是根据3个基本原理来进行推导出来的。那么先天八卦、后天八卦、洛书又是怎么样推理出来的呢？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。有什么问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390.com 一起讨论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